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樱桃跟塔罗占卜频道。如果你喜欢我的塔罗占卜啊，请记得订阅、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哦。这一次的占卜啊，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就在现在，宇宙正试图让你看见的风景，又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召唤，是被现在的你所忽略掉的呢？好，那这一次的占卜啊，也是3个选项。那现在就让我们一张一张的来看。这边是选项1，选项2，选项3。好，那这一边呢，就是这一次的3个选项。那大家按照自己的第一直觉选择好之后，我们的占卜就要开始咯。樱桃梗占卜现在开通会员哦，在会员的影片里面，我会为每一个选项多抽一张牌卡。那这一张牌卡可以是具体事件，然后也可以是具体的指引。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我的加入会员的链接在我资讯栏里面，大家可以过去看看哦。那我们现在就来看选择到第一组牌卡的朋友。那选择到第一组的牌卡哈，我们看到的这张牌面，它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在转换、不断在变化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你之所以会抽到这一张牌卡，其实是宇宙会想要告诉你的讯息哈，是你是很多样性的，你是很多变性的。首先，我有一种很明确的感觉，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会是被你忽略掉的。也就是说，在之前你可能会有一种比较固定式的思维吧，又或者是在过去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种想法，你觉得我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这个样子的状态才是最适合我的，又或者是这个才是真正的属于我的形态。在过往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印象在那一边。那这个印象哈，那有可能是来自于你成长环境，又或者是在你身边的所发生的一些事件，慢慢的塑造成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这张牌卡之所以会出现在这边，它其实会想要来告诉你的是，现在或许是打破你的思维的时候，破你目前状态的时候，这张牌卡会告诉我们的是哈，你的多样性，或者是说你的多元性的这一个部分，其实是大家都能看得到的。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哈，它其实会有点像是你遇到不同类型的人，你都知道要怎么跟他们打交道，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显现的方法。又或者是说，对于你自己本身来讲，然后你其实是很愿意尝试新鲜的事物的，然后你其实是很对这种新的一些体验，你是 open 的，你是完全打开的。但是呢，很有可能在过往哈，因为种种的原因吧，它总而言之会让你处在一个好像被困住，然后甚至有一种感觉是会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而且这种没有办法，我觉得真的可能就是跟我们的固定思维是有一定关系的。我这边只是一个比喻哈，不代表说你一定就会是这样子的状态。我现在能想到的比较固定性的状态，可能会有点像是，如果说你是女生，如果说你是性别女生的话，那大家可能就会期待的是，你是一个很温柔的人，然后呢，你是一个勤俭持家，或者是很会照顾别人的人哈，这个就是我们所谓所说的一些刻板的印象。但其实你知道吗？你可以是很帅的，可以是独当一面的，你可以是勇敢的去闯荡的。我觉得这个就是这张牌卡所带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一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宇宙会希望你可以看到这一道属于你的风景，你可以成为任何的形态，然后你可以成为任何的状态。那另外的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牌面之前有提到的哈，这一个属于你的多样性，属于你的才能，属于你的潜能，可能就真正是被你自己所忽略掉的，是你自己所看不到的。所以这张牌卡它出现在这一边，它是真正的哈，是真的很想要来提醒你，千万不要因为任何的人事物而把自己局限起来，也不要因为一个固定的思维或者是说固定的状态把自己软禁起来。我觉得这个就是这张牌卡给我们的十分清晰、十分明确的讯息。这边就是你所选择到的牌卡。那我们接下来这一张
这一张牌卡出现在这一边，我觉得十分的对应。好，为什么会这么样子来讲呢？因为这张牌卡我们来看这张牌卡的牌面，你有看到吗？就是一个人怀抱着梦想，他想要去远方，然后他想要出行，而且他看到的是未来，他看到的是宏伟。那这边的这个状态是不是就是很对应到我们前面所举的那一个例子？也就是我真的是会有一种讲到这边都有点激动哈，我真的是会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啊，你们是可以创造无限的可能性的，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你们是可以变成任何的形态的，而且你们是有这种能力的。比方说哈，这种感觉会有点像是接下来你所眺望的远方，或者是你想要开始的新的未来，就对于人生的一些新的进展，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个状态是在刚开始你在想的时候，在规划的时候，虽然这件事情是你很想要去做，很想要去完成的，但是呢，你还是会觉得我可以吗？你内心会产生这样子的质疑，或者是你内心就会觉得说我不可以吧，我直接的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能力去完成自己内心的梦想，甚至有的时候别人告诉你说你可以尝试看看，你心里面都会有点打退堂鼓的感觉，都会觉得说哈，真的吗？真的要试试看吗？我真的可以做得到吗？而我们的这一组牌卡目前出现的就是十分的想要给你加油打气，就完全的是在告诉你，其实你知道吗？是可以去做到的。这种感觉会有点像是当我们一开始在尝试做一个新的事情的时候，因为刚开始的时候这件事情太过于陌生，或者是自己真的看不懂也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开始下手，所以内心就会害怕的。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回到比较熟悉的那一条路，所以又会回到之前的一个状态。但如果说我们今天就是要突破，然后我们今天就是要产生新的结果的话，我们就必须要突破内心的那一个障碍，又或者是把我们的脚往前踏出那一步，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领域。那对于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我觉得你发自内心的很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内心的很想要去完成这件事情，但是呢，你又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你没有尝试过的，所以内心会有一点怯步，有一点想要往后退。但我们牌面上面就是很明确的告诉你，你是做得到的，你的能力是完全够的，而且你的状态是很棒，是很好的。目前的整个状态我能看得到的是你的 energy， 你的能量值是很高的一个状态，是你的情绪包括说你自己内心的准备都在一个很饱满的情形下面。所以你需要去做的就是去尝试，就是往前走。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一个部分，我们前面是不是有在讲到说有些事情是你想要去做但是内心会怕怕的，这个你的内心的害怕、紧张、焦虑其实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事情。但是你的内心的焦虑和害怕不代表你没有办法完成这一件事情，不代表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说是失败的。所以我们牌面上面看到这一边就是一个很清晰很明确的讯息，他会想要来告诉你的是，只要你能看得到，你就能走得到，只要你能想得到，你就可以规划得到。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而且真的是会觉得，你看你先抽到这一张，接下来的这一张，那也就代表着说宇宙它是真的很想要让你看到你自己的真相，它是真的很想要让你看到属于你的多样性属于你的能力，属于你的美好。且我会认为这个也是不断的在召唤着你，就是这个新的环境、新的方向，它其实在不断的召唤着你。而且我也有一种很明确的感觉，我觉得你的忽略是有意识的忽略，可能会有点害怕，有点紧张，所以有点退缩。但是这个想法，这个召唤，它永远会在你的心中，除非你做尝试除非你接近它，这一种渴望它才会慢慢的消退。接下来的是这一张，真的这一张就是跟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哇，你会觉得自己是贫瘠的。我们这边真的要来仔细的来说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两张牌卡，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冲突性的。我觉得你的冲突性可能是会来自于说你对于你自己的想法，然后你对于你自己的设定。另外的一个方面来讲的话，是你真正的状态。你觉得你自己是贫瘠的，然后你觉得你自己的资源是不够的，然后你觉得自己目前的状态是欠缺缺失的。
的，可能会有像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其实这个不是你真正的状态，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你对于你自己的定义是相对于来讲比较严苛一点的。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结合到我们前面牌面上面所看到的，我会有一个很明确的感觉，我会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啊，你对于你自己的定义跟他人给予你的定义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从你的角度上面来讲的话，你可能会把它解读成说别人只是在讲好听的话，然后别人可能只是应付你而已。但其实说实在的，我真的不是这么觉得，因为你本身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你可能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你在任何的场所你都是可以存活下来的。把你丢在任何的一个场景，你会很快的就会找到自己的路。对于你来讲，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很顺其自然的。但是其实你知道吗？这一些是需要能力，需要技能，也需要一些直觉还有执行能力的。它是一个能力的体现，它不是一个自然而然就能形成的状态，而你天生就具有这么饱满的状态，这么好的一个状态，这么多样性的状态。所以接下来就像我们牌面上面所显示的，也像是这一次的主题，也就是这个宇宙它希望让你看到你好的那一面，你盛开的那一面，你充满希望的那一面，然后它也会希望你正视你内心的召唤，正视你想要去的地方，正视自己的美好。这个就是牌面上面所显示出来的一系列很明确的讯息。接下来的就是这一张真的是我觉得你们是内心很清晰很明白的，然后你们内心其实是一个心思很细腻很紧密的人。我们在做事情的一些规划和计划我这么样子来讲，你可能无论走到哪个地方，无论你接触到什么样新的人群，你都会受到大家的喜爱，然后你都会受到大家的追捧，因为大家就会觉得在你的身上有千千万万的答案。无论说是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只要是他们看不懂的，没有办法理解的，他们都可以想到你，然后他们都会过来问你，在你这边寻求答案。而对于你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有一个很大的出入点，而这个出入点就是你不会觉得你自己是什么都知道的，你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万能的人，你只是会觉得说人家需要帮忙想到你，然后你帮一帮就仅此而已。但是你不会去想说为什么他们都会过来找你，为什么会在你身上寻求答案。这个就是你能量的体现，它这个就是你的才能的体现。我觉得选择到这一边，我们的牌面上面就会告诉你，当你一旦正视了你自己的能量之后，当你一旦正视了你自己的才能之后，然后你就如同手中的那一把钥匙，就是找到了你的钥匙。当你还没有看到属于你的才能，还没有看到属于你的能力的时候，你是找不到那把钥匙的。你不知道，你甚至不知道这一把钥匙的存在。如果说你不知道这一把钥匙的存在，你要如何的找到它呢？它就算放在你的眼前，你可能都没有办法识别它，可能都没有办法把它捡起来，因为你看不到，你也找不到。所以当你开始正视你自己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宇宙想要展示给你的风景那另外的一个方面来讲的话，也是因为你有足够的能力去创造你想要去创造的，去选择你想要去选择的，去开创属于你的未来。那也代表的是说，你的这把钥匙其实就是你内心的召唤，就是你内心最最最深处的召唤。它会告诉你的是，不要在此止步，不要在此停留，不要给自己有这么多的局限，你应该创造更多，你应该创造的事情是更大的，更加的宏伟的。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而且你是可以做到的，你是有能力去完成这一系列的事情的。接下来这一张牌卡在这一边，你看他所说的就是一个根基的感觉。其实我会开始有一种很明确的，就是我看到了整个画面他所告诉我的是一个很明确的讯息，你会需要成为你自己的根基，你会需要成为你自己的支持者和支撑者。这一张牌卡它会有一种很明确的感觉，我觉得这种状态会有点像是刚开始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是来自于你自己本身，来自于你当下的状态，还有你当下的一个形态。也就是在讲说，当你在开启所有的事情的过程之中，你有一种强烈的孤独感，你会需要这
这一个孤独感，因为在这个孤独感之下，你才可以更好的体会你自己，然后更好的了解你自己的角色，更好的与你自己本身产生对话。所以有的时候孤独感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也是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孤独感，让我们更加的了解自己的能力。当我们了解了自己的能力之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属于自己的风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清晰很明确的讯息。而这一张牌卡它也会告诉我们的是，你刚开始的旅程是孤独的，然后你刚开始的旅程或许是寂寞的，但是只要你慢慢的走下去之后，你会开始发现精彩，你也开始会享受这一种孤独感。而且我觉得最棒的是，当你在这一个旅程之中慢慢的走下去之后，你会遇到那一些与你志同道合的人，那一些欣赏你的人，他们会像支撑自己一样支撑你，因为你们有太多的共同点，太多的相同的认知和价值，所以到了最后你们会成为彼此支撑的关系。而且我们这边在讲的不是说你会遇到另外一个人，我觉得它有点像是遇到另外一个团体，遇到另外的 community 一个群体，然后成为互相帮助互相支持支撑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你看，天啊，我们抽到的是这一张，这一张真的是很棒耶，狗狗诶。然后它就是在讲说，它就是一个归属感啊，有没有？这一种归属感的话，就是我们盘面上面看到很清晰很明确的是，你的方向在前方，你要开始规划，有可能你要做出一系列的，应该要如何的来解释呢？做出一系列的改变和更改。我们换句话来讲我这边讲话比较直接一点点，可能你现在的状态并不是忠于你自己本身的状态，无论说是你的想法，还有说你对于某些事情的态度，或者是对于某些事情的观念，无论说你认同还是不认同，会有很多的一些状态是你不符合你自己本身的想法的，或者是不符合你本身的价值的。这一张牌卡会告诉我们的是，我觉得这两边你看是不是就有一定的对应，它其实就是会在讲说，你要找到属于你的人群，你要找到属于你的归属感，你要找到那一些与你志同道合的人，互相支持互相支撑，你才会变得越来越好。因为我在牌面，特别是你所选择到的这张牌卡它其实会有一个很明确的讯息，它所告诉我的是，在你过往的人生的经历，有很多的事情都是你自己来的因为就像牌面上面所显示的，你是孤独的，你是寂寞的，然后你不断的去蜕变。那我也相信说，在你的生命里面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一些难题，而这一些问题和难题，你必须要自己一个人去独当一面，有的时候很吃力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些事情其实已经习以为常。那我在这边讲这个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你不需要自己一个人去面对，然后你也不需要自己一个人孤独的去处理任何的事情。你之所以现在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孤独感，很大的一个程度是因为你身边没有真正的了解你的人，没有真正支撑你的人，没有真正的和你可以产生共鸣的人。而在你的未来，在你的以后在你找到了你自己的能力之后，找到了你自己的价值之后，你自然会遇见这一些人这一些真正支持你的人。所以我们回到了一个重点也就是在讲说，你必须要了解你自己，你才知道你的价值在哪里，你才能找到那一些和你价值匹配的人群。这一张牌卡在这一边，我觉得真的很有趣，因为我觉得就是你的一个状态，为什么会这么样子来讲呢？我们看这个牌面每一颗像这种 blackberries 就是黑莓它们都是独立的，但是它们又是一串串在一起的，那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对于你自己本身来说的话，你是一个独立的人，然后你是一个可以自我的人，然后你是一个可以应该要如何来形容呢？去处理任何事情的人。但是有的时候你可能也会需要归属感的支持，你可能也会需要别人对于你的认可，然后别人对于你的爱，可能也会出现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牌面在这一边的话，它其实真的会想要告诉你一个很明确的讯息，是你现在的状态，你真的会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单打独斗，但是呢，当你开始
出走，当你开始规划，当你看到你自己的美好之后，你自然会找到那一群，就是和你在一串里面的那些人，好，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当你找到了之后，我觉得它就会建立起一个最棒的关系，相对于独立，但是又相对于簇拥在一起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显示出来的很棒的一个画面，特别是这一张哈，这2张牌卡的一个结合，你找到了你的根基然后你找到了真正的属于你的资源，然后你也找到了那一些真正的爱你，愿意在你身边支撑和给予你帮助的人。你看这一张牌卡，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有一些事情是不断的把你往后拉，然后有些事情是不断的有一种阻碍你前行的感觉。那这张牌卡的话他会想要来告诉你的是，现在其实是事后放手，与其说放手，不如说做一次大的清理、大的整理。那一些不服务于你的人事物，那一些根本就不属于你的人事物，现在也是放手的时候，现在也是让他们离开的时候，因为必须要他们离开了之后，你才会有新的空间，让新的事物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然后你才有可能看到有什么样的新的生物，就是新的人事物是值得你期待的，是值得你拥抱和爱的。 OK， 好，那这一边呢，就是给选择到第1组牌卡朋友的塔罗占卜结果。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塔罗占卜的话，请记得订阅、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哦。樱桃梗占卜现在开通会员咯，在会员的影片里面，我会为每一个选项多抽1张牌卡。那这一张牌卡可以是具体的事件，又或者是更加具体的指引哈。那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加入会员的链接我会放在资讯栏里面，大家可以去看看哦。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看选择到第2组的朋友。选择到第2组的你我们来看这一个牌面，它给到我们一个很明确的讯息，就是来自于太阳的讯息，来自于光亮的讯息。那这一组牌卡在这一边它会想要来告诉你的是，其实在最近，就是在近期，当你在看到这支占卜的当下，你身上是不是背负了很多的重任，然后你身上是不是背负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责任。我真的有一种超级强烈的感觉，我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当你们在看到这一张占卜的时候，当你选择到这一张牌卡的时候，其实对于你自己本人来讲的话，有太多的事情是真的让你喘不过气，真的是让你有一种无法呼吸的感觉。而且在这个情境里面不是说你不想要走出来，不是说你不想要挣脱，而是对于你自己本身来讲的话，你开始有一点抓不到方向，然后你开始会有一种还蛮明确的感觉，你即使是今天想要挣脱出来，即使是说今天想要走出来，但是你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也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清晰、很明确的一个讯息。之所以会选到这一张，之所以你会选到这一张其实是因为你自己本身来讲的话，你是很想要看到希望的，你是很想要看到光亮的，然后你是很想要看到未来的，是不是会有像这样子的一系列的情绪，然后你很想要摆脱所有的一切，向外狂奔。但是其实你又会有一种很明确的感觉是，这一些责任，你身上所背负的这些东西，在一时之间或者是在当下，你是没有办法把它们解脱掉的，而且有些事情是你没有办法放下的。所以我们这张牌卡其实在这一边的话，它会想要来告诉你的是，让所有的责任或者是在你肩上面所肩负的所有的事情，在现在就放下，其实是一件还蛮不现实的状态，对不对？但是不代表说你不可以让自己休息，不可以让自己喘息。这一张牌卡它会有一个很明确的讯息，它其实是会想要来告诉你的是，让我们休息一下，
那我们面对着太阳，走到大自然里面，让我们休息一下。而这一次的休息，或者是说这一次的呼吸，这一次的换气，它会为你带来一些新的想法，然后它会为你开辟一条新的路，然后它会为你带来一系列的新的指引。而这一系列的新的指引，或者是一系列的新的看法和想法，它往往就是随着光亮的地方进行，往往就是让你的人生，让你所有的呼吸会变得越来越顺畅。你可以重新的整理你身上的重任，也有可能是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让你可以重新的看到一条出路。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一张牌卡所告诉你的。那所以宇宙想要让你看到的风景，其实是会告诉你，你不要那么辛苦，你可以不用那么辛苦，但是你现在的重任需要有一个重新的规划，重新的整理。这一个召唤，我觉得就是召唤着你想要解脱，想要挣脱。即使是你知道责任这些事情是不可以放下的，但是在你的内心也是希望有些事情是可以得到自我的解决，而不是被你所解决，让你可以轻松一点点。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很明确的讯息。接下来这一张牌卡在这一边哈，最直接的结合到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我真的是会觉得你是可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出路的。因为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时候，你身上所背负着，或者是你目前所在的这一个情境，它有可能真的它是会造成你的局限的，但是不代表说这一些事情是没有办法得到解决的，不代表说这一些事情就会把你卡得死死的。这一张牌卡在这一边的话，我首先它给到我一个很明确的讯息，是你可以开创属于你自己的人生，然后你可以走出属于你自己的人生。你身上所背负的这一些事情经过你的一系列的整理之后，你或许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或许会产生一些不一样的态度。回到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一个部分你会希望的是这一些事情它可以得到自我的解决，自我的整理。是什么样的状态呢？也就是我们这边讲话比较直接一点点，就是我知道你可能会觉得有些事情是你需要去承担的，有些事情就是你要去负责任的。的确有可能真的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但是也有可能有些事情是别人的功课，然后是别人要去处理的一些状态，你没有办法替代他生活，应该这么样子来讲，你没办法替代他去承担所有的事情，所以有一些责任，有一些事情你需要把他们归还到当事人的手中。而这一个过程对于你来讲可能会是辛苦的。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我真的会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你们是那一种性格上面会比较强势一点点的人。什么叫做强势一点点的人呢？就是你会觉得很多的一些事情都是你的责任，哪怕是你身边的一些朋友或者是说特别是你的家人我觉得这一点会显得更加的明确。当你看到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想要帮他们去解决，因为很简单，因为你不想要看到他们受伤，然后你不想要看到他们难过，你不想要看到他们伤心，或者是你不想要看到他们那么辛苦，所以有的时候呢，你宁愿是会让自己辛苦多一点点，然后去承担他们的一些功课。好，我这边讲话是比较对，就你会希望的是这么样子去做，但是到了最后你会发现你真的会很累，然后你真的会是很辛苦，而且这样的一些事情它本来就不属于你，不属于你去完成，不属于你去做，更不是你的功课。而你背负了这所有的一切之后，到了最后你会让自己喘不过气，然后让自己没有办法呼吸，也让自己不知道怎么样子更好的去开展属于你自己的人生。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系列的很明确的讯息。所以我们看到这一边，其实我觉得宇宙想要给你展现的风景是告诉你是可以远走高飞的一个状态，然后你可以自由自在的，然后你可以自由的呼吸，自由的奔跑，然后自由的去创造的，你是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所以你身上的重任又或者是你身上所背负的一些事情，其实也是可以放下的，而且这个会是你心中想要去做的。所以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点像是一个冲突点呢？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是，你在之前的整个情境里面，你会觉得这些事情是你应该要去背负的，然后应该是你要去承担的，但其实在你内心里面来讲的话，你也很希望
是可以自由的呼吸，你也希望自己是可以自由自在的去迎接属于你自己的人生的。你看这一张，我看到这一边啊，再结合到前面所抽到的这张牌卡，我真的是会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你们啊，你们本身的就是自由的人，你们的无论说是从思想上面思绪啊，还是你们对于很多事情的态度啊、价值啊之类的，你们是那一群没有办法被束缚的人。你不论说就是别人对于你的束缚，还是说你给予你自己的局限，时间长了之后都会让你们很辛苦。而且我会看到的是，你们现在可能就是处于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境。那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如果说我讲到这一边，你都觉得说天哪，也太对应了吧，天哪，这个人就是我能感觉得到说你们现在的这种辛苦的程度。我觉得这种辛苦不是我们只是在口头上面说啊，真的是很辛苦，而且你真的是有一种快要窒息的感觉，是不是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因为你的这种状态，直接的来讲，就是你本身是应该在天空上面遨游的，你本身应该是自由自在的去翱翔的，但是你现在没有办法，因为你身上背负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你要去承担的一些事情，让你没有办法翱翔。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状态其实也没有那么糟糕啊，然后家里人开心啊，就是我在意的人，我爱的人开心就好啊。你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也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一系列的愿望，或者是这一系列的想法，但是时间越来越长之后，你真的会开始发现，这个好像不是我，这个好像不是我想要过的人生，好像不是我面对的人生，好像不是我能接受的人生。这个就是我目前所看到的。有人可能会觉得你为什么会突然变了的确可能会有人不太了解你本来的一个状态，但是对于你自己本身来说，你目前的状态对于你来讲才是泯灭了你本身的性格，把你整个的真正的你给隐藏起来的一个状态。所以简单的来讲，现在的你可能并不是你，现在的你如果说还不给他更多的养分，又或者是不给他一个呼吸的空气的话，我看到的是一个正在枯竭的状态。接下来的这一张真的我们这一张牌卡一系列的出现，我真的是会觉得你们很辛苦，真的是很辛苦。而且你们这一种辛苦的状态是晚上睡觉也没有办法睡好，平常的日常的生活之中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我真的会是有这种感觉我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你真的是爱别人多过爱自己，照顾别人多过照顾自己。有的时候你真的是在不断的牺牲你自己，不断的在消耗你自己，希望你身边的人过得快乐，希望你身边的人过得好。我们并不是在讲说这个状态是糟糕的状态这个不是我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当你在照顾别人的时候，当你去为别人所承担事情的时候，你也需要考虑到你自己本身。如果说你只考虑到其中的一样的话我觉得说实在的，我觉得你应该也不太可能会是那一种只考虑到自己的人，因为你本身的性格就是做不到这一点你要是考虑的话，你都会去考虑别人，你会先想到别人，你会觉得说如果说他之前有所有的事情都过来找我，然后呢我都有帮他规划，有帮他在做计划，那现在我突然说要以我自己作为重心的话，那他会不会没有办法生活，他会不会没有办法去处理事情。我相信这个可能会是你脑海中出现的，就是有些事情是你觉得潜移默化吧，开始变成必须是你要去做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压力的来源，这个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压力的产生，还有让你窒息的慢慢窒息的一个原因。那我们牌面看到这一边的话我觉得真的会出现到一个很明确的讯息，你会需要休息，你需要休息，请一定要记住，你现在就是一个需要休息的状态。你要去照顾就这个部分也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功课，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需要去面对的人生，你没有办法帮助他生活，然后你也没有办法说替代他生活，所以有一些功课不是你的功课，真的不要扛起来，因为这样的话只会让你
无时无刻的被完全的消耗，到了最后自己也找不到一个喘息的机会，然后到了最后自己也会变得十分的辛苦和痛苦哈。这个真的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清晰、很清晰、很明确的讯息。因为这张牌卡哈，我们这边讲话真的是比较直接一点点。我觉得你已经消耗到最后一点点了，已经是我能看到的是一个十分疲倦的你，然后十分心力交瘁的你，而且因为就是这个样子你现在选择到了这张牌卡，它就真的会告诉你，如果说你觉得有些事情是你没有办法放下的，现在是没有办法完全丢掉的，那至少给自己半天的休息的时间，半天呼吸的时间，半天的走入到大自然的时间，让自己有一个转念的机会，让自己有一个可以重新的尝试呼吸的机会。这个就是牌面上面所显示的十分重要的讯息。接下来你看这一张牌卡真的是很棒。这张牌卡在这边，首先它会告诉我的就是一个宇宙所带来的一个画面，宇宙所带给你的一个讯息，像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像是水晶一样的结晶，像是水晶一样的 energy 能量资源。我觉得这个就是你接下来将会看到的，将会经历到的。我觉得某一种程度上面来讲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这个有可能是你目前的状态，它是一个转变的状态，一个慢慢在转换的一个状态。你也可以把它解释成说一个能量转变的一个过程。那代表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它代表的是说，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对于你自己内心里面来讲，有些事情正在慢慢的苏醒，然后有一些能量正在慢慢的回到你的身边，回到你的身上。因为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你前面其实说实在的，真的是不断的在给予你的家人，给予你爱的人，给予你在意的人，然后也有可能就是给予那些不相关的人，因为你会考虑到别人，在考虑你自己嘛，对吧？所以像这种状态的话，你在不断的给予，然后不断的付出。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不是在讲说你不付出了，不去照顾别人了，而是你拿了一部分照顾别人、爱别人的这种心态和状态放在你自己的身上，从而帮你自己找回能量，帮你自己找回爱。这个就是牌面上面所看到的。那从我们的这一次的占卜的主题上面来讲的话，我就会觉得你的宇宙这个宇宙它就会想要告诉你的是，你是值得被爱的。你看看你自己，关心一下你自己吧，你照顾一下你自己吧。我觉得它就是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不断的在传达的这个讯息给你。而且我也真的有一种感觉，我觉得选择到这组的朋友，你看我这边讲话都有点激动就哪怕说你今天不是看到这支占卜，其实你也多多少少是会有感知到宇宙不断的告诉你说，嘿，你要照顾你自己，你要看看你自己，你要爱你自己。你也有得到这样子的资讯。那另外的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呢，这张牌卡它其实也会告诉我的是，你的能量正在一个回收的过程。是什么样的意思呢？只要是你把你的关注力放在你的自己的身上多一点点的话，这一个过程都是在能量转换，能量慢慢回到你手上的过程，也就是在寻找着属于你的阳光，寻找着属于你的美好的这个过程。这一张很可爱这张牌卡在这边它会想要来告诉你的是探索。对于你身边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抱持着一个好奇心，然后抱持着一个探索的心。这两张牌卡是有对应到的它之所以会有对应到的话，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在讲，当你作为你自己本身来说的话，慢慢当你这个能量可以回收回来的时候，当你更多的时间是在照顾你自己、爱你自己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开始对你的身边的一些人事物感觉到好奇，然后你可能也会发现一些新的人事物，一些有趣的事情，一些能让你发自内心感觉到快乐和高兴的事情。因为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一个状态你的 energy 你的能量在不断的给予，在不断的支出，所以你留给自己的真的不多可能甚至就是没有。那在这种状态下面的话你要如何的去好奇你身边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没有办法嘛每天都已经累到不行了，还有时间去好奇吗？就每天这件事情做完了之后，接着下一件之后又有下一件，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呼吸？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喘息？对不对？更不要再讲说去探索啦，然后去好奇啦，然后去探究啦，他根本就没有时间
间，也没有精力去做这样子的一系列的状态。我们看到这一边的话，我觉得牌面上面这一个画面就是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确，你渐渐的会把重心移回到你的身上，而这个会是你内心不断的召唤，不断的告诉你自己要多爱你自己。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哪怕说你不看到这支占卜，你也是知道现在你要学会爱你自己，学会照顾你自己的时候，因为只有这样子，你才会为你自己带来幸福，然后你才会真正的为你自己带来爱。这一张，天哪！你看这一张是不是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这张牌卡我会这么理解首先你之前是对于你自我的牺牲，然后对于你自我的不断的付出，好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你不断的牺牲，然后不断的付出，我觉得这个在你的生命里面它就是一个减法。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就是你做的很多的一些事情都是不断的是减弱，你可能有的时候是真的看到别人的一些幸福美好，它的确会为你带来幸福，的确会为你带来快乐，但是呢时间慢慢越来越长之后呢，你可能感觉到的更多的是疲倦和疲累。那这张牌卡会告诉我们的是，你过往的人生的经验其实也是十分的重要的，也是在这一系列的人生的经验里面，让你更加的知道如何的照顾你自己，而这样的一个人生的经验，它也帮助你让你知道了如何的达到重生，如何的爱你自己，如何的好好的照顾你自己，然后如何的真正的去找到属于你的风景。觉得这个就是这张牌卡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接下来的你，面对阳光的你，这是一个重生的你，是一个重新找回自己的能量，找回自己的力量，找回自我本身的状态的你。这一张牌卡它告诉我们的是，接下来就是去寻找你自己本身的时候，去学会爱你自己本身的时候，去到一个地方，让你可以开始清澈的呼吸，让你可以专注在你自己的身上，而这个地方就是属于你的地方，是属于你的精神力生存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们牌卡上面所看到的。我真的会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我不知道这样子的一个形容或者是比喻真的是不是有符合到你的内心。有可能你的过去，无论说你多么的受到他人的喜爱，多么的受到他人的尊重和敬仰，但是在你的内心里面就是有如牢笼一样，就不断的被困住，让你没有办法自由的呼吸，让你没有办法做自己。因为你知道他们有足够的爱你，所以你想要把这一份爱反馈给他们，但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你牢牢的把自己困死，让你没有办法去做自己的事情。要突破很困难，要找回自我很困难，但是现在慢慢的，我觉得你变得越来越成熟，然后你变得越来越懂得爱，越来越明白爱的真谛，爱对于你的意义，所以你现在开始决定你要爱你自己，你要好好的对你自己了。OK， 好，那这一边呢，就是给选择到第二组朋友的塔罗占卜结果。如果你喜欢我的塔罗占卜的话，请记得订阅、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哦。樱桃梗占卜开通会员哦，在会员影片里面，我会为每一个选项多抽一张牌卡。那这一张牌卡可以是更加具体的事件，又或者是更加明确的指引。那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我把链接放在资讯栏的部分，那大家可以通过这一个链接来加入会员哦。好，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选择到第三组的朋友。选择到第三组的你你看这一张牌卡，它就是金子闪闪发光，都满到要溢出来的一个状态。这张牌卡在这一边我会把它看成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方面来说的话，我真的是会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可以说你现在的这个状态已经拥有的是大量的资源，十分丰盛的资源，而你自己本身的一个状态就是在一个很饱满很丰盛的一个状态之下。那
接下来如果说你现在已经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里面的话，那这张牌卡它会告诉你的是，其实你会想要追求的是更多。对于你来讲这种感觉有点像是什么？因为你自己本身呢已经是拥有了资源，然后你本身的整体的状态已经是很棒很好的一个状态，所以你接下来想要去追寻的就不太像是资源和资金还有金钱的部分，你更多的可能是想要去追寻像是心灵的方面，或者是内在的一个方面，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第二个部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从牌面上面其实我也会看到一个很明确的讯息它会告诉我们的是说，你如果说现在你要是觉得你自己本身是资源缺失的，你要是觉得说你本身资源是不够的，这张牌卡会告诉我的是在短时间之内你的资源会补起来，然后你在短时间之内会让你有一种感觉到很丰盛的这种状态，而这种很丰盛的状态我们必须要讲的是它就是资金物资，所以我们再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在短时间之内你的物资你的财库会被填满，但是这一个事情它会发生的很快，然后它会突然之间冲进来打进来这样子，然后让你瞬间会觉得说，当你得到了这一些物质之后，下一步呢，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你可能会出现像这样子的一系列的想法。那无论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我真的会有一个很明确的感觉。我觉得说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这么样子来讲吧，说到底你真正的来自于你内心的满足，真正的来自于你的幸福感，真正的来自于你的满足感，并不在于金钱。也就是说资金的这个部分，我们换句话来讲，因为我们这次来讲的说是被你忽略的召唤，对不对？或者是说宇宙想要展现给你的一个风景，那其实它很明确的就是在讲，你以为资金金钱会为你带来幸福，你以为你终其一生所追求的就是资金上面的富足，但其实你的灵魂是更高层面的，你的整体是更高的一个境界的，你真正的能为你带来幸福和快乐的并不是金钱，而金钱它没有办法真正的满足你内心的想法，没有办法真正的满足你想要的。所以这个地方看到这一边，它其实也会给到我一个还蛮清晰的感觉。我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或许你自己的内心里面也有这一种困惑感，那么的努力的想要得到财富上面的自由，又或者是说你那么努力的想要得到资金上面的丰盛和就是满足。当你真正的走到这一步，又或者是就是在你追寻的整个过程之中，你又没有办法真真切切的感受到那种满足感，资金或者是金钱为你带来的满足感，所以这整个状态其实会让你自己本身都会变得十分的困惑。你可能也会问你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为什么你都已经那么的努力，你以为自己想要的是钱。好，我们这边讲话比较直接一点，你以为你想要的就是财富，但是为什么你在追寻财富的这一个过程之中感觉到不快乐呢？感觉到不幸福呢？我们这边看到的就会想要来告诉你的是，你内心真正的召唤是来自于灵魂方面的提升，又或者是精神层面的满足，这个是你真正的召唤，而且是被你所忽略的召唤。而宇宙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它会想要来告诉你，金山银山都不如你自己内心的满足，就是它都没有办法跟你内心的丰盛感产生任何的连接。好，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讯息。那我们接下来你看这一张牌卡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天哪，我接下来这张牌卡在这边出现，我觉得太好了，真的是太好了。这张牌卡会告诉我们的是，首先我会认为你接下来你会开始慢慢的意识到，又或者是你会慢慢的开始看到，原来灵魂方面的连结，又或者是说在你精神层面的一个提高，才会为你带来真正的幸福，才会为你带来真正的美好。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明确的讯息，这个是一个另外的一个方面，我这一张牌卡它也会告诉我的是，接下来你会遇到属于你自己的人生的伴侣，也有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形也就是在讲会有一个人出现在你的生命中，然后呢让你重新的开始意识到，让你开始慢慢的明白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然后让你真正的开始明白说，原来这一段感情，这一个爱情的关系，又或者是说这一个互动的关系，它是真正的可以为你带来幸福的，然后才是真正的可以为你带来美好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我们这么样子来讲吧，我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啊，你的心思是十分的细腻的，而且你的创作力是超级的强的。我们这边所说的创造力是比方说艺术方面的啊，或者是像我们所讲的音乐方面啊，就是你在这个方面其实是很有才华的。我们看到这一边的话我觉得整个画面它给到我一个很明确的感觉，你有一点像是那一种你是艺术生，就是内心的这种细腻程度啊，创造力超强。但是呢，在现实生活中呢，你没有办法，你做不了艺术生，因为不赚钱嘛，对吧？然后因为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好像很难生存可能会出现这种状态。那所以出于现实层面的考量，那你必须要去做其他的工作，又或者是说要把自己放在其他的位置里面。那在这个过程之中，你也的确收获到了资金，的确收获到了物质，但是你不快乐。你想要说服你自己自己就是走这条路的这条路就是会让你幸福。但是真的吗？你的内心里面真的幸福吗？你的内心里面真的快乐吗？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显示出来的一个还蛮明确的讯息。因为这张牌卡一出现的话，它真的是描绘了一个内心里面是一个很 sensitive 很敏感的一个人。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你真正的样子，你最本我的一个样子，然后对于很多的事情的感受力是超强的，而你的内心其实是很渴望有另外的一个人是跟你惺惺相惜的，就像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而且有点像是照镜子的这种感觉，所以你会希望找到一个跟你灵魂契合的人。但是从现实层面上面来讲的话，会觉得赚钱更加的重要，有点像这种感觉，听起来很冲突。但其实到了你现在的这个状态上面来讲的话，它已经没有像之前这么冲突了。因为之前的话可能就是真的要去赚钱，又或者是真的要看到物质的部分，所以有很多的一些事情是你没有办法去考量的。那现在的这个情境呢，可能会开始有一点点的转变，也就是说从物质上面来讲的话，你相对于开始变得更加的丰盛开始变得更加的比较富足，比较满足一点的状态。你可以更多的考虑到现在有时间了，有机会开始考虑到你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或者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被你的内心所忽略的声音。你看这一张，我觉得这一张真的是很对应到，因为这张牌卡在这边让我看起来就是你其实内心是一个超级叛逆的人，你有很多的一些事情你都是想要对着做看的，也就是你真的不是那一种喜欢随波逐流的人。我觉得所以这个部分就回到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虽然说你的内心里面是不想要随波逐流，但是你是一个超级聪明的人，知道为了不随波逐流的这件事情是需要先累积资本的，是需要先累积物质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在做的一个事情。我们这边看到的这种内心的召唤，它到底就是在讲说，哇天哪，我讲到这边我真的为你感觉到十分的兴奋。因为在之前的话你没有办法去展现自我嘛，对不对？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你也需要有资本把你自己的这个本来的状态展现出来，有点像是这种感觉。但你之前其实很清楚的知道，那资本是来自于哪里？资本就是来自于金钱嘛，来自于物质嘛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整个状态有点像是在讲说，你前面的这一个资源你已经组建起来了，然后呢这个资源你已经有了，你已经拥有了，那么接下来的话你就可以开始叛逆了，接下来你就可以开始做自己了，接下来你就可以开始实现你自己了。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你真的不是一个按照常理出牌的人。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这边，我看到是一个超级强烈的水瓶座我就是看到这样的感觉。有可能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朋友啊，有可能说你们自己本身就是水瓶座超级强的，那之前没有办法，对不对？因为要生存，因为要生活，所以有一些想法呀，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一些做事情的一些逻辑之类的，你就必须要压抑，因为这个就是目前社会所需要的一个形态嘛。你这种感觉会有点像是之前的那一个生活状态对于你来讲已经够了
好，已经有点腻了。那所以你现在开始就会觉得说，哦，我已经有这种资本了，然后呢，我已经可以去做我自己了，我已经可以开始去强调我自己了。那如果说之前没有办法，那就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当下又没有足够的资源和资本。但是我现在有啦，我现在有这样子的资本和资源了，那所以我现在就想要完全的放肆的做我自己，完全的放肆的爱我自己。怕是人家觉得我天马行空，我觉得无所谓，自己爽就好。这个真的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所以有点像是在讲说，你回应了你内心最深处的召唤，然后你也看到了宇宙想要为你展现的风景。接下来的是这一张，哇，真的是，我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有人可能会讲说，哇，太叛逆了，真的是你太格格不入了。你不要说跟你所在的地方格格不入，感觉上面你跟这一个宇宙跟人类就是格格不入的啊。但是对于你自己来说的话，会觉得人类的那一套把戏，又或者是大家正常人的那一套把戏，你已经玩腻了，你已经不想要玩了。那现在你就想要回归到你自己本身，回归到你本我本身。这一张牌卡哈，在这边会让我看到的是，其实你真的不需要任何人的认可，你也没有想要有任何人的认可，你想要做的就是做你自己。因为像应该这么样子来说，我会认为哈，大多数的人可能你所认识的那些人会觉得你真的是一个超级会跟别人交涉的人，然后呢，你是一个超级知道如何跟别人打交道的人。说实在的，好，发自内心的，你其实不太喜欢跟别人打交道，你是一个很喜欢独处的人，就像这张牌卡。然后你觉得很多的一些事情是需要自己独处才能想清楚想明白的，而且你甚至可能也会觉得说，很多的人他其实是不知道你在想什么，然后他也没有办法跟得上你的节奏。那之前因为没有办法之前必须要通过与他人沟通的方式来展现自我，然后来表达自我。但是现在既然你不需要了，既然对于物质的这个方面你有满足了，我们必须要讲因为每个人对于物质多少是否是满足的这一个概念其实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觉得这一笔资金就够了，但是同样的一笔资金放在别人的眼中可能就会觉得还是很少。所以我们这边所说的这个状态完全的是针对你自己本身，针对你个人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篇的话，我会认为的是，接下来你觉得你的资产，或者是说接下来你觉得你所拥有的资源已经足够了，足够让你可以放肆的做你自己了，足够的可以让你更好的来显化你自己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讯息。接下来你看这一张牌卡，这一张牌卡让我看到的就是有点像福袋的一个感觉哈。这张牌卡会告诉我们的是公平公正，那是什么样的意思呢？之前付出了多少，你之前牺牲了多少，那么你现在就能享受多少，你现在就能拥有多少。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超级超级清晰、超级超级明确的讯息。我们看到这一边的话我真的觉得牌面上面会告诉我们的是，你过去会有的一些压抑，你现在终于有机会得到释放。我希望这个部分我有把它解释清楚因为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个压抑的状态它其实更加会是讲说你之前是会有所牺牲的，所以你现在才能是享受到自由的。你之前是有一种必须要妥协的，所以你现在才能找回主控权。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明确的讯息，甚至说这一张牌卡它也会给到我一个还蛮明确的讯息。这种状态有点像是在讲说，或许有这个可能性吗？在之前你有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因为你心中是有目标的，你心中有些事情是你想要去完成的，所以我们这边讲话比较直接一点有些事情你必须要去忍气吞声，然后有些事情你可能真的就没有办法很自由的去表达你的建议没有办法很自由的去表达你的一系列的想法。而我们的牌面上面看到这一边的话你的这个正义会重新的回到你的手上，这种感觉其实也是在讲说你的能力回来了然后呢，因为你之前的忍让吧，应该这么样子来讲，那么你现在
有所成就，然后你现在是丰盛的状态，所以你可以讨回属于你的公平，所以你可以讨回属于你的那一份，找回属于你的正义。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讯息。你看这一张。这一张牌卡就是我们前面一直有在提到的，来自于内在的光，来自于内里的光。我真的是有一种超级强烈的感觉，我觉得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朋友啊，你们正在一个内化的过程，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就是人事应该要怎么样子来形容呢？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感受或者是感觉，也有可能是你当下的一系列的觉醒，或者是对于事情的一系列的态度。但无论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都会看到的是你找到了你的内在的光，而这一个光让你感觉到舒适，让你感觉到自由，让你感觉到放松。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那这个部分它其实也代表的是什么呢？宇宙它一直想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向你展现你内在的光。它其实会想要来告诉你的是，你现在可以开始追寻你内在的光了，也可以开始追寻你的灵魂层面的成长，或者是说你灵魂层面的一个要如何来形容一个饱满的状态，应该是这么样子来说。而且这一张牌卡我真的看到的是一个状态，是你的所有的财富的累积，包括说你对于舒适生活的一些设想，它的目标已经达到了，然后在这个达到的目标之后，你拿着这一束光慢慢的往深里面走，就是往深处去走，然后越往深处去走，然后你越是发现你真正的幸福是什么，真正的想要的是什么，真正灵魂深处的渴望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因为真的，我觉得又从一开始的时候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你们就不是急功近利的那一群人，你们就不是为了金钱资金而生活而生存的那一群人，你们从刚刚开始的时候讲的就是灵性、灵魂疗愈、自我内在的光的那一群人，但是因为外在的生活的种种的压迫吧，又或者是说外在生活种种的一些影响，让你不得不去先考虑资金，先考虑金钱，但是说这个过程是开心的吗？我觉得不见得因为你对于内在的渴望，对于灵魂的提升的这一个追求是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的，所以我们的这一群牌卡出现在这一边它就会想要来告诉你的是，现在终于有一点像是回归到你自我本身，回归到你的内在，回归到你是谁的这一件事情里面。你看这一张，我觉得这一张牌面所看到的这一个画面，就是你内在的一个感觉。哇，天哪！它是一个情绪的组成，我真的会觉得选择到这组的牌卡的你们你们的内心的感受、感觉、情绪各个方面来讲的话是十分的丰盛的，都是十分的饱满的，真的会有点这种状态。而且你们其实是一个这么样子来讲吧，我觉得你们是很会创作的人，特别是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把你们的想法用音乐的形态、艺术画画的形态，又或者是说语言的形态表达出来的话，其实是一件很美丽的事情，是一件很感人的事情。而且我觉得你们内在的这一种细腻对于人性的这一种观察，很难找到知己很难找到一个跟你们同类的人。又或许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如果你们想的话，可以在留言区来找一下跟你们有同样选项的人，看看大家是否有契合，或者是说是否有 match 到有一些想法或者是观念。那无论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都觉得我在这边会很想要恭喜你们，你们终于可以真正的做自己了，你们可以不去考虑其他的事情，也不需要考虑其他的事情，因为这一切都是你们之前已经建立好的基础。接下来的话就是好好的表现你自我本身，好好的表达自我本身，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内在的情绪和灵魂的时候。
这一张牌卡在这一边，我真的也是会觉得跟你们前面这边所抽到的牌卡其实是十分的对应的。它其实会告诉我们的是说，对于你来讲有些事情你只要相信你所相信的，只要抓住你所要抓住的，因为有很多的一些事情是你应该这么样子来讲，有些事情是你没有看到的，或者是你看不到的，那么这些事情呢，它就不是服务于你的。这张牌卡会告诉我们的是在你的心中有深深所相信的信念，你有你生命的哲学你对于很多的事情的观感和观念，而这一些都是你的真实，这一些都是你的美好，这些都是应该是你所抓住的。简单的来讲，我真的会觉得你可以开始的自由的做自己，开始可以自由的爱你自己，自由的开始表达你自己，而这所有的一切之前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因为在之前的话有太多的一些事情是你必须要先去完成的，比方说资金的累积，你也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是你人生的必经之路，也是你的人生必须要去完成的事情。那么这一系列的事情已经完成了之后，你终于回归了本我，终于回归了自我，终于可以坚守着那一些你所相信的，坚持着你的信念，坚持着你的人生的哲学。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而且我真的是会觉得十分的恭喜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朋友，时隔多日你又再一次的回来了。OK， 那这一边呢，就是给选择到第3组朋友的塔罗占卜结果。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塔罗占卜的话，请记得订阅、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哦。